当所有人都知道张毅家里有大量物资后，邻居们纷纷拿上武器，上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朝着张毅家进发，刀在手，跟我走，杀张毅，抢物资，一个个眼睛通红，气势汹汹地咆哮着。此刻张毅的房间里已经摆满了各种武器，5把金刚弩，3把专业级的高级复合弓，开山刀、棒球棍、猎刀。除了这些物理武器之外，还有电棍、汽油、大量的化学试剂，以及他用酒瓶布条和汽油制作的几十个燃烧瓶。就在刚才，周可儿答应了做张毅的外应，因为他的道德与良知不允许他做一个卑鄙的人。张毅说道：“你必须拿有用的情报来换取想要的东西，接下来可就看你的表现了。”周可儿道：“我明白，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，但是绝对不蠢，不会傻乎乎的要求张毅无条件的帮助她。”群里面的消息99加还在持续着艾特他，对他进行道德绑架与恐吓，已经有人开始不耐烦了。张毅，快给我们一个答案，到底交不交你手里的物资？张毅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“我就是把家里的东西都烧了，也轮不到你们分一杯羹，你们吃屎去吧！”群里面立刻骂声滔天，什么下流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孙志超也恶狠狠地说道：“罪魁祸首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看你还能蹦跶多久？”接下来骂声慢慢小了，不用猜也知道，他们肯定像之前对付陈正豪那样，避开张毅，单独拉了一个群，然后共同商量怎么进攻张毅的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周可儿发过来了消息，他们打算要去你家了，应该有100多人，都拿着武器，你赶紧想想办法。张毅微笑着告诉他，让他千万不要过来，不用担心，待在家里等着看好戏。周可儿皱着眉头，他不知道张毅哪来的自信，能一人对抗整栋楼的人，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张毅正坐在家里，静静等候着那些疯狂的邻居们的到来。这时候，他收到了门卫尤大叔发来的消息：“小张，你快跑吧，他们都带着家伙找你去了。”张毅的心中微微一暖，叫尤大叔放心，他能够应付，这边不需要他操心。尤大叔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小张，希望你能够活下来。对不起，我这回可能帮不上你的忙了。”此时，张毅通过监控看到一大群人沿着楼梯涌了上来，就连自己隔壁的邻居也拎着菜刀和扳手出来了。人群陆续的涌来，把张毅家门口的走廊堵了个水泄不通。咚咚咚，砸门的声音响起。张毅通过监控倒是没有看到孙志超等人的身影，更没有看到陈正豪的。张毅也不跟他们客气，高压电按钮直接接通，一瞬间，整个走廊里面的一大群人被电流狠狠地咬住，肌肉抽搐，面部扭曲。敲门的那几个人直接被电得浑身焦黑，其他人惊恐地望着他们，却没有一个人赶过去救。10几秒钟之后，张毅切断了电流，几个人身上冒起了青烟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烤肉的味道。所有人瞪大了眼睛，惊恐地望着眼前这一幕。他们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死那么多人，而且就在自己的面前。被电击而死的人表情极其狰狞，眼珠子瞪得老大，有些人心生惧意，想要逃跑，却发现楼道已经被陈正豪带着小弟堵死了。豪哥，张毅家的门上了高压电，好几个人都。陈正豪手里拿着枪对着他们，狠狠地说道：“都给我回去，谁跑我就打死谁。”上百人拿着武器冲到张毅家门口抢夺他的物资，不料还没进门就被高压电烧死几个。有些人心生惧意，想要逃跑，却发现楼道已经被陈正豪带着小弟堵死了，狠狠地说道：“都给我回去，谁跑我就打死谁。”孙志超看到众人有所畏惧，便大喊道：“张毅既然杀害自己的邻居，咱们必须杀了张毅，为他们报仇！”大家用木头去撞门，别碰门就可以了。一群人抱着木头对准张毅的大门就开始了疯狂的撞击。张毅却取出一个森海塞尔的大型音箱，播放起了自己非常喜欢的曲子，边做边爱，这让门外的人更加的愤怒。张毅，你嚣张个坤吧，马上就弄死你！他们拼命的撞了一会后，悲哀的发现那扇门微丝未动。邻居们的心都凉了，每个人都气喘吁吁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在银行上班的人惊叫道：“这是银行金库的防盗门啊！”周围的人一听，心里面更绝望了。此时，张毅举着手弩，已经来到了射击孔。咻的一声，一道锐利的破空之声掠过，顿时传来了一声惨叫。一个男人捂住自己的脖子，眼神惊恐的缓缓倒在了地上。周围的人吓得大叫，然后赶忙想要散开，可是过道里面就那么大地方，根本跑不动。张毅也不管那些，反正闷头就干2件事：装填射击，咻咻咻！锐利的破空之声像是夺命的梵音，让每一个邻居都肝胆欲裂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中箭的人鲜血直流，当场倒地，这让其他人更加的害怕，纷纷拼了命的往楼梯间里面挤。有一些人倒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爬起来，就被人踩在了身上。陈正豪手里拿着枪挡在楼梯前，对准了想要逃走的众人。怕什么？他就一个人而已，都给我上！此时也有人用东西把门上的射击孔给死死的堵住了。见到张毅无法再射箭，邻居们才从惊恐当中回过神来，地上一片狼藉，不少人身上中箭，伤势深浅不一，有些人失去了亲人，一边痛哭一边大声咒骂着张毅：“张毅，你这个该死的狗贼，你卑鄙无耻，你这个杀人魔头，我要跟你拼了！”而回应他们的依旧只有房间里那劲爆的嗨梗。眼瞅着张毅家的大门固若金汤，根本无法攻破，邻居们内心既焦急又绝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孙志超喊道：“大家不要着急，我有办法！”全球冰封，物资匮乏，上百人拿着武器冲到张毅家抢夺物资，不料张毅家的大门固若金汤，同时还被张毅射杀数十人，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孙志超喊道：“大家不要着急，我有办法！他们家的门是合金打造的，咱们撞不开，那我们就砸他家的墙。”众人一听这话，顿时眼睛里冒出了睿智的光芒，于是他们很快就排着队来到张毅家的外墙跟前。
抡起手中的铁锤和斧头就开始猛砸。砰的一声，一个大汉用尽了吃奶的力气，锤子狠狠砸在墙上，顿时上面裂开了，白色的大灰絮絮掉落。大汉抡起锤子在砸第二下的时候，却突然传来了一声金铁撞击的声音，而那名大汉同时发出一声惨叫，手中的锤子轰然落地。众人一看，他的双手已经裂开了长长的口，鲜血秘密流淌了出来，很快就在低温之下凝固，看上去格外的瘆人。这时他们才发现墙里面也是钢铁铸成的，一个人忍不住仰天吼道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谁家的房子用钢板筑墙啊？”有人已经无法忍受这种绝望了，又拿起锤子去敲击其他地方。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，最后发现的都是坚固厚重的钢铁墙壁。整栋楼的业主眼神空洞地望着面前一整面的金属墙壁，内心比外面的冰雪还要冰冷。它就像是一座残酷的城墙，隔绝了他们获取物资的希望。孙志超和周鹏、葛家良眼睛里满是血丝。如果今天全公寓楼的人都攻不破张毅家，他们就只能等死了。张毅他早就知道会有雪灾啊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我们。孙志超指着张毅家的房子，愤怒地大吼道。邻居们看了他一眼，痛苦地一边哭着一边痛骂张毅：“卑鄙小人张毅，只顾自己活着，不考虑我们大家。你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？你晚上能睡得着吗？你就不会内疚吗？早晚有一天老天爷会让你遭报应的。你会因为没有提醒我们，没有帮助我们而陷入无尽的悔恨与自责的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张毅的邻居忽然走了出来。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走阳台。他们家装修的时候，阳台改成了落地窗，很大一面都是玻璃，或许有机会闯进去。一群人嗷嗷叫着，就从张毅隔壁家闯了进去，如同疯子一般跳上了张毅家的阳台，疯狂地朝着巨大的落地窗砸了过来。而张毅则是拖着他的白色躺椅来到窗前，不急不缓地躺了下来，顺手给自己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。不大的阳台很快就被10几个人挤满，他们的脸色苍白，像极了活尸，再加上那疯狂扭曲的表情，真的没有一点活人的样子。张毅心想，如果真的有丧尸的话，大概也就是这种程度了。砰砰砰，低沉的声音在落地窗上此起彼伏。刚刚砸墙的时候，那种渴望的感觉还不够明显，可是此时只隔着一层玻璃，让他们更清楚地见识到张毅的生活有多奢侈。屋子里壁炉熊熊燃烧，张毅只穿着单衣，像个地主老爷似的躺在白色的躺椅上，手边放着一杯泡好的咖啡，还冒着热气。看奶泡的量应该是卡布奇诺。茶几上堆满了武器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茶几下面一大堆吃了一半的零食丢在那，薯片、汉堡、可乐、披萨、烧鸡、烤鸭，甚至还有油泼面。就是这些东西让阳台上的邻居们彻底的疯了，他们激动的甚至忘记了语音，而是用拼命嚎叫表达着自己的激动，然后更加拼命，用尽了吃奶的力气砸窗户。张毅手捧咖啡，欣赏着这一出好戏。这群人砸着砸着就发现了不对劲，本来以为用力砸几下就能给他砸碎，可是10几个人砸了半天连个裂痕都没出来。全球冰封，物资匮乏，一群人疯狂的砸着张毅家的落地窗，不料拼命的砸了半天连个裂痕都没出来。张毅拿着红酒杯悠悠的说道：“我这防弹玻璃可是防炮弹的，还怕你们的手工活吗？”一个青年仰天吼道：“不，我不信我打不破它，只要打破它，屋子里的壁炉和吃的喝的就都是我的，我一定要打破它。”大概是极寒的温度之下，在这种希望与绝望之中左右逢源，大家的脑子都冻坏了，他们选择丢掉理智，拼命猛干，活出一个未来。张毅又从空间里面取出一些食物，酱香肘子、拔丝香蕉、纯可可脂巧克力。只隔着一层窗户，外面的人顶着凛冽的天气，在那里表情扭曲的拼命砸玻璃，张毅则悠闲的躺在躺椅上，吃着美味的食物。这种鲜明的对比，让外面那些邻居极度的快要发狂，他们嘴里面发出咒骂，声嘶力竭，双眼通红。张毅，给我等着，马上我就弄死你！我砸破了这块玻璃，你就完蛋了！你这个该死的家伙！自私的败类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就在这时，落地窗的上面出现了一个口子，一团火从里面扔了出来，瓶子在空中掠过一道黄色的弧线，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中落到地上，啪的一声脆响，然后熊熊的火焰就燃烧了起来。这是张毅自制的燃烧瓶，瓶子里的汽油迸溅的到处都是，10几个人身上的羽绒服和棉裤沾到汽油，顿时燃烧起大片火焰。张毅嘴角露出戏谑的笑容，继续点燃了下一个燃烧瓶，朝着外面扔了出去。10几个人挤在一块，而且阳台又是分离式的，这些人一时间跑不了，都变成了一团团燃烧扭曲的火球。有人妄图爬到隔壁去，但是匆忙之下手脚不稳，直接从24楼坠落。一个狰狞的人脸忽然扑到玻璃上，表情扭曲而恐怖，恶狠狠地盯着张毅，随后发出了绝望的惨叫声。隔壁阳台上的几10号人看到这副修罗地狱一般的人形，也是吓得面无人色。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人双手抓住了栏杆，想要爬过来。这边的一个男人毫不犹豫，一脚狠狠踹在了他的手上。快给我滚！你这个样子已经没救了，别来连累我。那个人挣扎了一阵，最后绝望地望着他，缓缓倒在了栅栏前。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焦味，有的人被烧得太痛苦，自己跳下了24层楼。这10几个人没过多久就全死了。人身体的油脂也是很好的燃料，熊熊燃烧的大火竟然带给了他们一丝久违的温暖。于是大家慢慢走向前，伸出了双手烤火，脸上露出一缕生怕别人察觉的笑容。一个2天没吃饭的小伙吸了吸鼻子，
他忽然觉得这种油脂燃烧的味道很香，像极了他过去最爱吃的自助烤肉。他不由得望向了地上那十几具烧焦的尸体，不由得吞了口唾沫。空气中吞唾沫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小伙子惊愕地望向众人，在大家那消瘦而麻木的脸上，他看到不止一个人露出尽释的欲望。只是由于现场的人太多了，他们残存的一丝丝道德底线让他们没好意思动手。忽然，一个女人扑通一声跪在了玻璃前。张毅，我快要饿死了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，哪怕只给我一块面包也行啊！不光他一个人，陆续的又有人跑过来给张毅磕头，痛哭流涕的求张毅给他们一口饭吃。窗外哀求的哭声连绵不绝，他们磕头磕的脑袋都出血了，无比的凄惨。张毅叹了一口气，走到窗前说道：“大家不要这个样子，我看着心里面难受。”说着，他举起了手中热气腾腾的面条。我心里一难受，就想吃东西，于是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众人一听这话，哭喊声更大，磕头磕的也更加卖力。张毅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只想活着呀，你就施舍给我们一些食物，让我们像狗一样的活下去就行。以后你想让我们干什么，我们都听你的好吗？张毅吃了半碗面之后，随手把剩下的放在落在床边。你们谁现在过去给我把陈正豪的脑袋拿过来？这样的面条我管他一星期，顿顿吃到饱。张毅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同时发到了大群，告诉了整栋楼里的所有人。此时的陈正豪在隔壁的阳台上看着这场变故，他眉头紧皱，思索接下来如何行动。正在思索的时候，陈正豪忽然感觉后背如同针扎一般，让他汗毛都立了起来。他猛地回头，举起手中的枪，却发现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古怪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众人看到枪之后，有些忌惮，顿时往后退去，都给我滚开！随后赶紧带着手下几个人离开了这里。张毅家的窗户前，磕头求饶的想要砸窗户的这两群人忍受不了寒冷彻骨的空虚，后面也陆续离开了。经过这一次，单元楼损失了40个人左右，几乎所有人都参与到了对他家的日记。很快，张毅又收到了许多人的私信。许多人开始哭求张毅可怜他们，或者提出利益交换。富二代许浩把自己女朋友全身都给拍了一遍，对张毅说道：“张毅，我可以把我的女人送给你玩，只求你给我一些吃的行吗？他可是天海市有名的车模，你看看这大灯，这尾翼，光是这2条大长腿都够你玩1年的。”张毅自然认了那个模特。许浩在这里买了房子，就是为了包他。这个女人现在憔悴了许多，似乎非常乐意被人交换。最起码，她知道张毅家里有很多吃的，因此拍摄的时候非常忙。张毅不屑地看了5遍他的视频，然后轻蔑地关闭了聊天框。下面还有其他人的对话。方雨晴兴奋地说道：“张毅哥哥，你好厉害啊！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晴儿现在脱不开身，他们太可恶了，一直把我锁在家里。你放心，晴儿一定会过去找你的。”周可儿也淡淡的发来一句祝贺，语气清冷，但张毅知道那就是他的性格。天很快就黑了，现在每天5点左右就入夜，昼短夜长，晚上的时候气温还要再降10度左右。电视里面仅存的几个官方电视台还在播放着节目，在官方的大力维持下，我国的雪灾情况得到了有效缓解，一切都在朝着稳中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张毅觉得现在的新闻可比小品好笑多了，不过他也很好奇，这些电视台到底搬到了哪里，又是怎样维持运作。他一边听着无厘头的新闻，一边翻看着聊天记录，看那些邻居们痛骂、哭诉、求饶的信息，让张毅感觉非常的有意思。突然间，他发现阳台上面有动静，张毅好奇的走到走近，发现有人在偷偷搬运那些已经被烧焦的尸体。